今天一早满电出门的手机，才到了中午就疯狂弹出电量不足 20% 的警告，刷短视频不到3分钟，电量刷得掉了 5%， 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过这种崩溃的体验。现在手机就像我们的电子器官，一旦电量告急，比忘带钥匙还让人心慌。究竟手机的电量为什么偷偷溜走？难道真的是电池寿命到了尽头吗？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手机耗电飞快的真正原因，并一步步关掉那个藏在手机设定里的隐藏开关，让你的手机续航直接翻倍，再战3年依然流畅不卡。首先要问，手机电量怎会一下子就不见？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电池老化了，觉得一定是电池不行了。手机用久了确实会进入中年危机。锂电池就像家里用久的电动自行车电瓶，刚买来时满电能用很久，用了2年可能撑不到半天。锂电池有自己的寿命账本，反复充放约500次后，电池容量通常会下降到初始容量的80%左右。也就是说，一天一充的频率大约用2年多，电池续航明显不如从前。我自己的旧手机就是典型例子，新买时连续追剧6小时都没问题，用了2年后，看一集综艺节目，电量就告急，出门必带行动电源，仿佛给手机加装移动点滴。电池衰退带来的挫败感，让人直呼是不是电池坏掉了。然而，电池老化只是原因之一，更糟的是，我们一些错误的使用习惯，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替电池雪上加霜。你是不是也曾一边充电一边打游戏、刷影片，手机烫的都能煎蛋？这种边充电边重度使用的行为，其实是在虐待电池。充电时，手机本来就在辛苦干活，同时还要应付高耗能应用，相当于让一个马拉松选手背着沙袋冲刺。结果不但充电速度变慢，电池发热严重，加速了电池的损耗。我身边有位朋友总是习惯边充电边追剧，结果短短半年，手机的电量表现就断崖式下跌，撑不到中午就自动关机，电池健康度急速恶化。这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除了电池本身和充电习惯之外，还有一只潜伏的电量小偷，常常被大家忽略，那就是应用程式的后台活动。许多人以为退出 APP 就高枕无忧，然而大错特错。很多软体在你关闭界面后，仍鬼鬼祟祟地潜伏在后台，偷吃电量。例如购物 APP 会悄悄刷新优惠资讯，音乐软体隐藏着检测新歌的线程，甚至某些标榜清理加速的工具，自己反而在后台不间断扫描档案。这些看不见的隐藏小怪兽源源不绝地蚕食你的电量，等你感觉到异常时，电量可能早已被他们啃掉一大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抱怨电池不耐用，实际上是被这些电老虎暗中伤害了电量。综上所述，手机耗电快的原因大致有3类：电池本身自然衰退、不良使用习惯导致额外损耗，以及软体在暗地里耗电。前2者容易理解，但第3种暗耗最容易被忽视。你或许还是不敢相信，难道好端端的电量就是被几个不起眼的 APP 偷走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手把手来找出这些隐藏在设定里的偷电开关，关掉它们，把霸占的电量夺回来。1. 关闭应用，自动启动，让手机减负。很多 APP 非常贪婪，安装后默认获得了一种特权，自动启动。也就是说，你手机一开机，它们就会在背后偷偷运行。这就好比你刚睁眼开始上班，却发现家里一堆电器自己开了一整晚。我们可以去把这些不必要的自启动关掉，打开手机的设定，找到应用管理或应用和服务中的应用启动管理。不同手机可能名称略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点进去后，你会看到一长串已安装的 APP 清单，几乎每个 APP 旁边都写着允许自动启动，是时候对它们来一次大扫除。建议把不常用的软体统统取消自启动权限，比如那些偶尔才用一次的团购、美食、健身类 APP， 根本没必要开机就占着系统资源，一次性关掉它们的自启动开关，让他们该休息时就老实休息。至于即时通讯类，如微信、Line、WhatsApp 等，因为需要即时收到讯息，可以保留自启动权，不然错过重要通知就不好了。通过这样的取舍，你会明显感受到手机开机后变轻快了许多，后台偷跑的应用少了，
不仅省电，手机卡顿现象也会减少，一举两得。2. 关闭不必要的消息通知，告别电量刺客。你的手机上是不是装了几十个 APP？ 每天推播的消息多到刷屏，新闻快讯、商场促销、影音更新，这些看似贴心的提醒，其实很多都是干扰。更要命的是，它们还在持续消耗电量和流量。每当通知来临，手机亮屏、响铃、无限收发数据，一连串动作下来，电池悄悄少一格。如果通知频繁，更是电量的隐形杀手。有人可能一天要收到上百条各种推送，难怪觉得电量飞快下降。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批量关闭无用通知，进入设定，找到通知或通知和状态栏设定，里面通常有批量管理或直接列出各应用的通知开关。我建议关掉那些购物、新闻资讯、影音平台等非即时必须的 APP 通知许可权，只保留社交、通讯和工作相关的必要通知。像我自己就将大部分购物软体和娱乐 APP 的通知一键关闭，结果第二天明显感到世界清静了，手机闲置放着一整天也不怎么掉电。经测试，单单减少通知干扰，每天至少能节省约1成到2成的电量，而且你会发现不再有杂七杂八的推送弹出，整个人都清爽许多。由此可见，过去那些无休止的通知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电量刺客，不关掉亏大了。以上2招是泛用在所有智慧型手机上的省电大法，关掉后台自启动和过多通知，庞佛帮手机切除了2个最大耗电肿瘤。很多用户反映做完这2步后，手机续航明显提升，甚至觉得庞佛换了一块更大的电池似的。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品牌手机的特性，进一步调教一些隐藏功能，让省电效果最大化。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常见的手机品牌或系统，分享几个专属省电秘技。华为等 Android 手机的省电秘技，如果你使用华为或其他基于 Android 的手机，它们往往内建许多丰富功能，但有些功能其实蛮耗电的，关掉更好。比如杂志锁屏，华为手机的锁屏壁纸会自动线上更新精美图片，看似赏心悦目，实则会在你不知情时下载流量，耗费电量。建议进入设定的桌面和壁纸，选择杂志锁屏，将其关闭，避免锁屏自动下载图片偷跑电。再比如性能模式，在设定的电池选项中，有些手机提供高性能模式，一旦开启，手机会火力全开以追求性能，这对一般日常使用来说是种浪费。建议将性能模式关闭，维持标准模式，日常使用看不出差别，却能显著省电，减少不必要的性能浪费。还有一招藏得比较深的是限制后台进程数，在开发者选项中需要点击数次软体版本号，以启用开发者模式。有一项后台进程限制，可以设定允许后台运行的最大进程数量，一般可设为不超过3个或4个进程，这样能防止过多 APP 同时留在后台肆意耗电。不过调这项要小心，限制太严可能导致切换 App 时需要重新载入。如果不确定，保持默认或让手机自动管理也可以。最后一个建议是关闭语音助理的唤醒功能，许多手机都有语音助理等待你呼唤。Hey Siri、小娜、小爱同学这类热词，它们其实需要麦克风长期处于待命状态，难免耗电。以华为为例，可到设定的智慧助理或智慧语音中关闭语音唤醒开关，如此一来，手机不会一直偷听周围声音，既保护隐私，也省下一点电力。以上这几个隐藏功能，平时你可能感受不深，但统统关闭后，手机的续航表现会更加亮眼。iPhone 手机的省电秘技，苹果的 iPhone 在电源管理上相对优化得很好，但也有几个开关值得调整，来进一步延长续航。首先是关闭不必要的 App 后台刷新，打开设定一般背景 App 刷新，你会看到许多应用预设允许在后台更新内容，这跟我们前面说的 Android 自启动类似。建议在这里逐一审视，把那些你不希望它偷偷跑的应用的后台刷新权限关掉。例如天气软体也许需要背景更新，但像一些游戏、社群 APP 没必要实时刷新动态，就可关掉。这么做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耗电和流量。第二，选择合适的行动网络模式。
最新的 iPhone 支援 5G 网络，有些人为了追新潮，长期把手机锁在 5G 模式。然而，如果你所在地的 5G 讯号不强，手机其实会拼命搜索 5G 信号，或在 5G 除以 4G 间频繁切换，这对电量是极大负担。明智的做法是在设定、行动数据、语音与数据中选择自动 5G， 也称智慧数据模式，或干脆锁定 4G， 让手机根据情况自适应，避免强制 5G 导致电池白白浪费在信号搜寻上。我自己体验，在信号弱的地方用 4G 反而省电又稳定。第三，开启深色模式 Dark Mode， 在设定、显示与亮度中，可以将外观调为深色模式。如果你的 iPhone 采用 OLED 萤幕，从 iPhone X 以后的机型大多是，那么深色模式能节省电量，因为 OLED 萤幕显示黑色时实际上是不发光的，亮度越低越省电。深色模式下大片黑色背景能减少像素点亮，带来一定程度的省电效果，还顺带保护眼睛。第四，缩短自动锁定萤幕时间，同样在显示与亮度设定里，将自动锁定的时间调短一点，比如设为1分钟甚至30秒，这样手机放下不用时，萤幕可以更快熄灭，不会长时间亮着干耗电。我发现很多人习惯把自动锁定设5分钟甚至永不锁定，结果常常忘了手机屏幕一直亮到耗电关机，着实可惜。调整这个小设定就能避免萤幕闲置亮屏过久。第五，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定位服务，这点对 iPhone 同样适用。在设定、通知中审视各 App 通知权限，把那些可有可无的通知一一关闭。在设定、隐私、定位服务中，也建议将大部分应用的定位权限改为使用 App 期间或干脆永不。许多应用其实并不需要全天候追踪你的位置，关掉后既保护隐私又省电，一举两得。最后，善用低电量模式。iPhone 在设定电池中可以启用低电量模式，或当电量低于 20% 时，会自动弹出提示开启。低电量模式会暂时降低性能，停止背景活动，自动锁定改为30秒等，以挤出每1分电力。如果你预计长时间外出无法充电，提前开启低电量模式是一个救命良方。有人实测发现 iPhone 的低电量模式相当有效，关键时刻能显著延长使用时间，所以该用就用，别怕麻烦几下点选，总比手机关机联络不上要强得多。以上针对不同系统的调整，听起来杂七杂八，其实总原则就一句话，让手机少做无谓的事。无论是后台偷跑、过度性能，还是频繁亮屏定位，关掉那些你不需要的功能，电量自然就省下来。当你把这些隐藏开关一一关闭后，你会发现手机变得清静许多，不再发热乱卡，待机时间明显变长。一位朋友原本每天睡前电量都见底，自从按照以上方法调校手机后，现在到了睡前还剩下40%电。他打趣说，庞佛给手机升级了超大容量电池，省电效果立竿见影。手机耗电冷知识，你一定要知道的几件事。冷知识1，不要等电量见底才充电。很多人以为手机电池应该每次都用到快没电再充，才能将充电循环用在刀刃上，或者记得以前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需要完全放电再充电。其实对于锂电池而言，深度放电反而有害，最佳的充电区间是电量还有 20% 到 30% 时就充电，上限充到约8-9成饱即可。锂电池并没有明显记忆效应，浅充浅放更能延长寿命。如果每次都耗到自动关机再充，电池处于零电量、化学压力很大的状态下，久而久之会损伤容量，而充到 100% 后继续长时间连着充电器，例如整夜过充，也会让电池长时间处于高压饱和，增加老化速度。当然，现代手机都很聪明，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并以涓流电维持，不至于真的一直撑爆电池。但长期维持 100% 电量确实对电池材质不是好事，所以有些品牌，像苹果新款 Android 提供最佳化充电功能，在你习惯的作息中，睡前插上电后会先充到 80% 左右暂停，等快起床时再充满，
减少电池满电高压的时间。总之一句话，锂电池最喜欢适中，避免过冷过热，避免放过充电池，就能活得久一点。冷知识2，温度对电池影响很大。冬天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机在户外待久了，突然从 50% 电量跳到自动关机 0%， 这是因为低温环境会让锂电池输出能力下降，电量显示不准，甚至无法正常供电。低温下电池内部反应变慢，相当于瞬间没了劲儿，所以寒冷会冻伤，电池暂时发挥失常。但别担心，这通常是暂时现象，把手机捂暖或回到正常温度，电量可能起死回生一部分。因此冬天在0度以下户外，不要把手机长时间放在外套外层口袋暴露寒风，尽量放置在贴身内袋保温或加装保护套，减少热量散失。相反的，高温对电池的伤害则是永久性的。夏天太阳下暴晒，充电时将手机压在被窝枕头下闷着，都可能让电池温度飙升。高温会加速锂电池的化学副反应，导致容量永久流失，甚至严重时引发电池鼓包或危险。一般来说，手机电池最适宜的工作温度是在摄氏20度左右，太冷太热都不好。我们在使用和充电时要多留意环境温度，给电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能更稳定的为你服务。冷知识3，萤幕亮度和通讯功能是电量杀手。智能手机上最耗电的元件之一就是萤幕，萤幕越大，亮度越高，电量刷刷往下掉就是必然的。许多人出门在阳光下将亮度开到100%，结果电池一下子用光光。因此降低萤幕亮度是最直接有效的省电方法，建议大家打开自动调节亮度功能，让手机根据环境自动平衡亮度，既节能又护眼。如果觉得自动不够理想，也可以手动在室内时把亮度滑低一些。长时间阅读时，调暗萤幕不仅省电，眼睛也舒服。除了萤幕，无线通讯模组也是暗耗电的大户。例如蓝牙和 GPS 定位功能长期开启的话，手机会不断搜寻附近蓝牙设备，定期启动定位晶片刷新位置，持续的信号收发其实蚕食着电量。如果你一段时间内用不上蓝牙装置，或者目前不需要应用定位服务，那就养成习惯随手关掉蓝牙和定位，这些功能在需要时再开启即可，而且开关就在快捷栏，非常方便。关闭后不仅省电，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安全。例如不给不必要的 App 追踪你的位置。总之，萤幕和通讯功能要么少用，要么巧用，才能省下更多电。冷知识4，手机变慢有时是电池在作祟。你也许听说过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电池门事件，某知名品牌手机在系统更新后，被用户发现旧机型明显变慢。后来厂商承认他们刻意降低了老手机的处理器性能，引发用户不满。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是厂商逼你换新机的阴谋，但真相其实和电池有关。原来随着电池老化，电压供应跟不上 CPU 高负载时的需求，手机就可能突然关机。为了防止用户的旧手机电池带来闪退关机问题，厂商索性在系统里限制了 CPU 最高频率，相当于降速保命。虽然做法欠透明，导致形象受损，但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电池状态甚至会直接影响手机性能。当电池健康度太低时，手机可能不得不降频运行，也就感觉越用越慢。所以我们之前关掉那些乱七八糟的耗电功能，延长电池寿命，不仅是为了续航，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性能，不让电池过早衰退，手机就能保持应有的流畅度，不会出现用了1年就老态龙钟跑不动的情况。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总结的时刻。其实绝大部分手机耗电快、用久变卡的问题，都不是硬体真的不行了，而是我们忽略了软体设定和使用习惯。那块电池也许并没有坏，只是被我们用得委屈了。把那些隐藏的耗电开关一个个关掉，相当于堵上电量流失的漏洞。养成科学的充电用电习惯，就是给电池减压减负。如此双管齐下，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本撑不到晚饭的手机，现在电量绰绰有余，回到家竟然还有电。原本卡得像牛车的旧手机，也因为后台清爽而重新流畅如新。当然，
电子产品都有寿命，电池用久了终究会老去。但在掌握了这些技巧后，我们等于拿到了让手机延年益寿的秘方。下次在感叹手机不耐用时，不妨先回想今天的分享，试着调教一下你的手机，而不是急着花大钱换新机或者怨天尤人。或许只要轻轻一个设定开关的变动，就能让你的爱机满血复活。让我们一起善待手中的手机电池，让它陪我们更久，见证更多精彩时刻。记住，手机耗电太快，不一定是电池坏了，聪明的关掉那些隐藏开关，你也可以让电量瞬间多1倍，让手机再战3年都不卡。